你知道吗？在太平洋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岛，面积还不到台北的1/3，但却立着几百尊巨大的石像。它的名字叫复活节岛，听起来很浪漫，对吧？可这座岛的故事比它的名字还要离奇，因为我们到今天还没完全搞清楚这些巨人像是谁造的，怎么搬的，为什么造到一半就突然停工了。这些石像叫摩艾 Moai， 最高的有10公尺，重达80多吨，相当于10几辆巴士堆在一起。而且它们可不是散落在一个地方，而是沿住岛屿的海岸一尊尊排开，面朝内陆，好像在守护什么秘密。好，先来说第一个谜，谁建造的？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，这些石像大约是在公元1100年到1600年间由波利尼西亚人雕刻的。但问题是，波利尼西亚人当时没金属工具，没有大型起重机，也没有轮子，那他们怎么切割、雕刻、运输这些几十吨重的石头？更奇怪的是，这些人是从遥远的海域划着独木舟来到这座孤岛的，你能想象吗？一群人先在海上漂几千公里，然后上岸开始搞超大型石雕工程，这听起来就像是剧本。有人说，或许这些技术是他们祖先从遥远的大陆带来的知识，也有人脑洞大开，怀疑有外星文明的影子。当然，这些都是猜测，但它让复活节岛的故事更添神秘色彩。第二个谜，怎么搬的？你可能会想，他们是不是用木头当滚轴，把石像滚到海边？是的，这是主流理论之一，但有2个问题。第一，岛上资源有限，砍那么多木头搬石像，森林会不会被砍光？第二，有考古团队用电脑模拟，发现摩艾的形状和重心设计得很巧妙，两边的人用绳子拉1放1，就能让它像走路一样左右摆动，向前移动。听起来荒谬吧？可实验证明真的能行摩艾，可能真的是被走过去的。想象一下，几十个壮汉在石像两侧拉绳，喊着节奏1、2，走。这些巨人像在夜色中晃晃悠悠地走向海岸，这画面既壮观又有点诡异。好，第3个谜，为什么停工？在岛的内陆火山口有个地方叫拉诺拉拉库，那里是摩艾的出生地。考古学家发现这里有大量雕到一半的石像，有的甚至还连在岩壁上，像是雕刻师傅突然放下工具转身就走，再也没回来。是发生了战争，还是突然遇到天灾？有一种说法是岛上的资源被过度消耗，树砍光了，土地沙化，食物短缺，社会崩溃，人们失去了继续建造摩艾的能力和意义。也有人猜测岛上出现了宗教或政治变革，旧有的石像崇拜被突然放弃。不管原因是什么，结果是那些未完成的巨人像就那样静静躺在山坡上，像是凝固的时间胶囊，等着后人来猜。复活节岛的故事其实像是一面镜子，它不只是几百尊神秘的石像，而是一个关于人类、环境与信仰的缩影。一群人远渡重洋，凭着信念和技术创造出惊人的文明，却也因资源枯竭或内部冲突而戛然而止。或许几百年后，别的文明也会来到地球，看着我们的摩天大楼和卫星残骸，问同样的问题：他们是谁？怎么做到的？为什么突然消失？所以，下次当你看到复活节岛那些面朝内陆、神情沉静的巨人像，也许可以想想，他们不只是看住过去，也在看住我们的未来。